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5月31日晚间17点29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看比特币4小时级别上比特币这个收敛结构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收敛结构当中呢，在跌破的时候，我说了这个跌破之后非常容易发生反弹，为什么呢？因为整轮行情比特币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出现了一个新低，这个低点呢在26591附近，低点出现之后一直发生震荡，这个震荡呢连续了18个交易日，震荡完成之后，我们观察到了一个收敛动作，也就是我画出来的这个白色的收敛三角形，跌破之后，我们认为焦点位它有一个吸引力作用焦点位构成了一个黑洞，这个黑洞的吸引力作用呢，让比特币目前完整的完成了4小时级别的上涨西游4小时级别的反弹西游。那这一轮反弹西游呢，是由周线级别下跌之后引发的。我们观察到了行情当中出现了周线级别下跌和4小时级别的反弹这个4小时级别反弹终于出现了。在之前的震荡当中这个4小时级别反弹呢出现了一个八戒的位置这个阳线呢是八戒前面呢是悟空和八戒出现之后连续震荡，最终呢八戒被杀死了之后，这个位置呢又重新走出来一个悟空阳线，也叫标志性的阳线。为什么说它是标志性的阳线呢？因为它在底部震荡之后盘整之后，这根阳线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标志性阳线我们管它叫悟空阳线，因为呢悟空阳线是从石头缝里被压制了500年之后，从石头缝里迸发出来的，走势呢比较突然。它是一根标志性的阳线，标志性阳线走出来之后，走八戒阳线，然后是沙僧阳线。我们看这里沙僧阳线组，沙僧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沙僧在震荡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妖怪这也是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理念的里面对沙僧的一个定义沙僧阳线多震荡之后呢，走唐僧阳线。同时呢，我们看到了这波行情达到了一个高点插针式的高点32503。那么我们之前说了，上方500美金再往上走500美金就要到达33000这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是怎么构成的呢？是由这轮行情当中这整轮牛熊耕地的行情当中，从去年1月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目前是压力位。之前的行情当中呢，它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连续了4轮行情4轮。第一轮呢是这里波谷这个位置，第二轮呢是这个位置，第三轮呢是这个位置第4轮之后发生跌破这个跌破呢符合了江恩的波谷定律江恩波谷定律怎么说呢？4次波谷之后容易发生跌破在这里跌破之后呢，周线级别下跌西游最终完成。那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呢，是从4月4日4月4日这周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构成的。那我们发现了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最终完成了在本周完成了这个4小时级别反弹。同时呢，上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33000美金。那么当前位置在比特币价格在31600这个位置呢，我们应该怎么布局呢？那目前呢，我们所有的人都观察到了反弹趋势如火如荼的进行，包括很多山寨币，包括以太坊都在处在一个上涨的趋势当中。同时呢，观察到比特币这个收敛结构发生了突破。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比特币在当前时间点完成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西游，对吧？但是呢，我们知道行情有一个时间周期切换、方向切换的理论。我们之前说了前面行情当中说了，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我们要有4小时级别的反弹预期。但是周线级别下跌之后，4小时级别反弹预期完成之后，我们还要有一个日线级别反弹的预期。这个反弹预期呢，有可能发生什么呢？日线级别的反弹西游。那我们当前时间点观察到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
也就是5月30日这根标志性的阳线。有了它之后在这根阳线没有被杀死之前，也就是这根阳线呢没有在震荡过程当中抵到这个开盘价的位置之前这个开盘价我们看一下是29477，没有到达这里之前悟空阳线依然存活。依然存活，日线级别悟空阳线存活的条件下，我们就有再往上走的一个预期。根据它的涨幅呢，我们看到了可能看到35000美金附近35000美金附近。为什么这么说呢？日线级别反弹吸油就有可能突破33500这个压力线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大约在33000美金的压力线目前这根线呢，实际是在精确点位是在33500。这里可能发生突破，如果发生突破，我们做空的点位就要升高一些就要在35000美金以上去做空35000美金以上去做空。有没有可能发生呢？是有这样的可能的但是呢，我们越接近33000的时候我们越要小心，越要可以布局一点空头的仓位。这个仓位呢，一定要分仓去布局为什么分仓布局呢？我们刚才提到了这波行情发动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但是有日线级别反弹的可能性。如果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它的目标位是达到35000，对吧？但是呢，这个反弹有可能发生失败因为整轮行情目前来看仍然处在一个熊市当中，特别是今天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呢，我们发现了在下午的时候一直在下跌一直在下跌。这会导致什么呢？这会导致今天晚上道琼斯工业指数你看它在周线级别下跌之后发生了日线级别反弹，反弹上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就是60日均线。到达60日均线，也就是33600点这个位置上呢，容易发生冲高回落所以呢，多头目前要注意的是如果道琼斯工业指数发生冲高回落，可能会导致比特币下跌我们看到了这一轮行情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个现象呢，就是在道琼斯工业指数连续反弹的情况下，比特币完全没有跟着直到道琼斯工业指数昨天是美股休盘嘛，直到昨天比特币才后知后觉发动了上涨。但是呢，如果道指发生快速下杀的话，比特币我认为一定会跟的所以呢，目前行情虽然有反弹，但我们在4小时级别反弹吸油完成之后要开始缓慢的布局空单。这个空单怎么布局呢？我还是认为你首先要布局一个空头的仓位这个仓位呢小一点用来做观察如果能到33000美金之后再逐渐的加仓最后呢，我认为这一轮反弹可能的目标位大概是在35000美金附近35000到33000这个区间有可能发生到这里因为从今天反弹的力度来看比特币的反弹还是比较强劲的在这种强劲的引导下只要这几天美股在高位稳定下来，那比特币还是可能有机会的还是可能有机会。但是呢，我们主要的仓位呢，我认为还是在空头方向对于比特币来说，对于以太坊来说主要的布局方向我认为是在空头方向。然后我们看以太坊以太坊呢，目前我们观察到这个结构大家看在4小时级别上，它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左高右低的结构。这个结构呢，我们在之前行情当中说了它是一个完全的右空完全的右空通过这种形式左高右低，你以为它会不断的下杀最后深不见底跌到这个位置16000点的时候16900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会不会以为这里是深渊呢？但是我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就跟大家说了这个位置不是深渊，只是一个右空，要耐心等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和比特币一样类似
周线级别下跌完成之后，出现了一个低点了。出现低点之后，它容易走结构。这个结构呢，主要就是为了让你进场空单，然后在拉升过程当中爆掉你的空单。超级主力啊是非常坏的啊，非常喜欢玩弄人性的啊，所以在当前时间点啊，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追空的人在1700点追空的人被拉升爆掉了啊，不断的抄底过程当中啊，多单被爆掉了。所以呢，在市场几乎没有什么活人的情况下啊，不断的震荡掩杀啊所有的动摇者啊，你看他是这么玩的啊，基本上都是这种思路啊。所以呢，在行情当中，我们要坚定自己的正确方向。什么是正确的方向呢？我认为啊，下跌行情当中，熊市当中只做空是相对安全的，但在周线级别下跌之后啊，只有出现相当级别的反弹之后再布局空单啊，这样是比较合理的啊。所以呢，以太坊目前的结构，我们看到了焦点位，我跟大家说了，焦点位是有吸引力作用的啊，吸引力作用的。下杀之后，焦点位这个黑洞作用、吸引力作用把它吸引回来啊，吸引回来之后发生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有没有可能发生日线级别的反弹呢？我们打到日线啊，日线上非常明显，昨天是悟空阳线。那如果发生日线级别反弹啊，压力位就在2250美金啊，2250美金呢是这轮行情从最高点4877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形成的压力位啊，所以呢，在接下来的反弹行情当中，一定要注意2250啊。同时呢，上方有个绿色的线，这个绿色的线呢，是有可能这轮反弹达不到的一个目标啊。目前来看啊，只有出现非常大的反弹，力度非常大的反弹才能到达这里。这个位置呢，大概在2600美金。这个位置呢，是整轮上涨行情当中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位于2600美金的压力位。这个位置呢，有可能达不到啊。所以呢，如果反弹发生啊，从4小时级别反弹延伸到日线级别的反弹，那我们布局空单的位置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认为是在2250啊这个位置开始做你的空单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啊。从最高点4877波谷连线红色线啊连接过来之后，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啊是非常重要的压力位。那听我的课一定要看图啊，多看图才能够理解我所说的东西啊。所有的行情都在图里面啊。人类的语言呢是线性的啊，我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说，最终呢一句话出来它是线性的思维。但图你看啊，它是一个平面的思维，是一个2维的思维啊，两条线相交构成一个平面嘛啊，我们整个观察到的这个界面啊都是一个平面的思维。那2维思维，2维的图形所表达的出来的东西啊，是相对于语言来说是丰富的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画家嘛，画家他表达的东西啊，就比我说话来的更丰富一些啊。你看蒙娜丽莎的微笑啊，她微微的一笑，然后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它的服饰，它的眼神啊，他想带给你什么呢？他想告诉你什么呢？对吧？都在他的微笑里面啊。行情也是，所有的东西都在 K 线本身当中。所以呢，不光是要听，你主要是要去看。你看我画的这些线有什么含义啊？是怎么解决这个 K 线问题的？你怎么能介入到这个市场？行情只有3个东西嘛，趋势、位置和你的仓位，对吧？在当前行情当中，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啊，发生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啊，那么我们更好的一个做空的位置一定是日线级别的反弹呢啊，因为周线下跌之后降一个时间级别的反弹是日线级别的反弹。那当前呢，它仅仅发生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反弹的力度还稍弱。如果出现日线级别反弹呢，是我们更好的一个做空的位置啊，所以这样你就理解了啊，慢慢找到这样的位置，慢慢去布局你的仓位，慢慢的发财，对吧？
然后在今天的行情当中发生了非常多的山寨啊，突破性的上涨啊，有的甚至上涨了100%，像 Waves 这个代币啊上涨了100%。那我认为啊，行情当中强者恒强啊，所以呢，我认为强者反弹力度大的，像 Waves 这种就还有机会啊。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观察到什么呢？ Waves 出现了周线级别上涨和周线级别下跌，跌完之后啊，跌完了之后，在这个插针的这个位置上啊，它想要做什么呢？超级主力是想在周线级别下跌完成之后，在这个位置啊做反弹。但是呢，由于比特币的下跌啊，让 Waves 被错杀之后啊，在昨天出现了它的快速的拉升，这个拉升幅度特别快，特别巨大，但是呢，波动越大，带给我们的机会越多，所以呢，在它回调之后，它目前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打到4小时线啊，4小时级别完成了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啊，首先是悟空阳线、八阶阳线啊，然后沙僧阳线、唐僧阳线，你看啊，这是一轮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有没有可能继续加持呢？啊，加持到日线级别的反弹呢？我认为还是有可能的。那在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如果它能出现下一个时间级别的回调啊，也就是小日线回调，这个小日线回调呢，我们要看到4根阴线组啊，4根阴线组。那如果能够到达7.1美金之下啊，它是一个好的布局时间，因为我们知道啊，它发生了4小时级别反弹。4小时级别反弹呢，虽然涨幅达到了100%啊，但是还是有可能回调啊，回调的力度可能是小日线级别。你看啊，它的小日线回调幅度是非常大的。从这根标志性阴线呢，我们看到了最大的振幅达到了11%，达到了11%。所以呢，对于它呢，你如果想介入它的话啊，要耐心等待它出现啊至少30%以上的回调，也就是小日线回调，再在低点介入。同时呢，要设置一个止损位啊，要控制自己的仓位啊，要设置一个止损位。如果它比比特币还要强势啊，那它很容易在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发生什么呢？发生日线级别反弹。那日线级别反弹啊，对于它这种山寨币跌幅非常大的且被错杀之后的啊这种山寨币，在日线级别反弹的目标位，我认为是在15美金附近的。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利润空间，同时呢，要规避风险，注意风险。在行情当中呢，我认为一点要做到，就是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不要伤害自己。然后我这本 K 线西游战法啊，这个书啊，这个封皮已经做好了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非常好看啊，是曾国红啊，然后还有这个送给大家的一句话啊，走出千人千浪啊，降维解密 K 线底层原理。啊，那这本书呢，我会通过赠送的方式啊，给一部分读者啊，只要你参与点赞、评论我的 YouTube 啊，就可以得到这本书啊，就有机会得到这本书。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呢，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